嘿，大家好，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这个视频的话，应该是在新年的时候上的。那么，祝大家新年快乐。那么这一次，一年又过去了感谢大家支持我这个频道又不知不觉又一年过去了，应该是到1月8号为止吧，我就现在已经是第3年了。这个的话，原本我也没有想到能够这个频道有那么多的人看。那么今后的这一年，我还是会继续的努力，给大家带来一些试驾的视频和一些摩托车相关的一些视频。那么这一次新年了。要说些什么东西呢？大家都在说，这一年里面，能够总结出来一些什么东西来，或者说这一年里面有一些什么好的摩托车装备，有一些什么摩托车，对吧？我的话，这次确实是摩托车的装备，但是主要是这几天的事情，也不是说这一年总结下来到底是怎么样的。骑上摩托车之后，这个一直就没有改变，这个属于一个什么呢？就叫做装备的选择终结者这个系列之后看看能不能这个系列再能支持下去。首先一个就是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都知道也要穿很多的装备，大家现在看到我的这个装备，接下去就是要说这个东西，但是呢，还有其他的东西也要说，一起说。首先一个，比如说像仿赛，然后像旅行车的话，因为它有整流罩，所以前面的风基本上是比较小的，能够吹到的地方，如果是头这里的话，也有头盔，所以风还是比较小的。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像复古车，街车这样的，就没有前面的整流罩，这样的话就是风就是直击在自己的身上。这样一个情况下面骑车，首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冬天里面的保暖。大家也知道，接下去又有强的冷空气了，对吧？国内这个冷空气来完了之后就到这边来了。所以说之后的几天温度会降得非常的低。我这边的话，基本上温度跟上海是差不多的气温，所以这样的话，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接下去基本上要跌到0度左右，最高温度大概0度到5度之间。那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像北京的朋友，或者像一些其他的更加东北一些的朋友的话，那么这个气温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对吧？但是同样的，我们南方人的话就比较容易怕冷嘛，对吧？就想要穿一些保暖的装备，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话，像冬天的这样的话就是电暖的背心。我之前也有电暖的衣服的时候，我这边的话，因为气温没有这么的低，所以袖子上的保暖好像也就这样了，也不是特别的需要，所以我就只有衣服，就这么一个背心，手上面是没有的但这个的话也是完完全全足够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背心其实不是最主要的，因为你不管怎么样，你就冷的话你就往上面穿嘛，对吧？你穿的跟个气球一样的，它也能保暖。所以说身上裤子你也可以多穿嘛，对吧？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呢？我们骑摩托车的，对吧？所有的一些操作都是在手上面，像这样手上面的，手上面的这种就是最冷的地方，然后也需要最保暖的地方。因为为什么呢？你手上面只要手一僵掉，你的操作就不行，操作不行了之后就容易出事情，对吧？所以手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不管怎么样，手上今天这个视频也不是说你必须要去买太极的只要是电热的衣服、电热的手套，我的话这边的话也是用的RS 太极的，因为这个我们这边比较好买到的就是它了，所以就买这个摩托车专用的这个手套。和一般的手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在于什么呢？它可以比如说多一个接到车上面的电源，那如果你不需要的话，那么就跟一般的电热的手套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骑行的手套，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面，手掌的面这边要薄，然后这样可以有操作性嘛。但是到了这个电暖的手套，里面全部都是棉什么的，全部给你弄得很厚，根本就没有什么操作性可言了。所以不管你是骑行的手套还是一般的手套，我试下来的，我不是只是单试过这个手套，我其他的手套有试过好多，然后买了之后就你也没咋地，没感觉出来它有
多厉害。所以买太极的手套和买一般的手套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唯一的区别大概就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线能够几年坏或者怎么样的，也就这点东西。所以说呢，电热的手套你只要去买一副电热的手套，在冬天里面开车就可以用。不一定要什么骑行的牌子或者怎么样，一般的骑行手套就很便宜的一些骑行手套都可以。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衣服的话也一样，很多很多的电暖的衣服，对吧？多了去了，非常的便宜，所以也不一定要买骑行的衣服。你骑行的话，你只要在外面穿一个骑行的外套就完全没有问题。这个视频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推荐大家一定要买电暖的手套？电暖的手套，首先一个手是在身体末梢的，所以手非常的冷，而且不太容易热起来，而且风吹在手上风是一直吹在手上的除非你比如说像那种 ADV。OK，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一般骑车的时候这样，对吧？可以看到前面的整流罩是挡不了这里的风的，所以手上面还是吹得到风的。那么有一些 ADV 在这里前面有一个护手的，那么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大。如果有握把加热，比如说我的话就有握把加热，看这边。宝马的话就是有握把加热，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握把加热，然后再加上电暖手套的话，那么真的是哪里都没有问题了。那我这边要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一个，你如果不戴电热手套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看，基本上刹车刹车和离合的把都是金属的，不太有一些塑料的，对吧？基本上都是金属的，而且这个东西金属的这边就非常的冷，那这边一直要捏的，刹车也是要捏的你不可能这样一直这样开着，除非你出去远门的时候，在城市里面骑的话，你肯定是要又是捏离合又是捏刹车的，所以你这个手指，不管你是2指这样还是4个手指这样，4个手指的那更加的，就是4个手指，你看，这里全部都会变冷，然后这个真的是这个把是非常非常的冷的，所以我建议的话就是，电暖的手套肯定是需要的那么然后有些人说我比如说只要有握把加热，我只要2只手这样捏在握把上面，那不就马上手指就热起来吗？有一些时候确实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刚刚我也说了，骑长途的时候，你比如说开在一些没有什么车的路上面的时候是没有问题。如果你车流量比较大的话，你肯定一直要捏离合，你一直要捏这边刹车这边不太可能看得到不太能看得到。只要你的手指一直放在那前面那2个离合把和刹车把上面的话，马上这个手指这边全部这手指尖马上就冷掉了。所以说电热的手套还是非常的必要的。那么在接下去的这么冷的这几天，20几号吧，23号还24号左右的时候，是不是有一股强的冷空气要下来了，对吧？那么在这个冷空气之前大家正好趁这个过年赶紧去买一副电暖的手套，这样的话在后面的几天就可以马上用上。用到了之后，这个东西就是用了之后再也不能把它放下了就跟握把加热一样的，你只要用了之后你就再也不想要去开那些没有握把加热的冬天，哇，这太冷了另外还有一项什么呢？就是非常有争议的，前几年到大概去年前年为止都还是非常有争议的快排大家这个快排根本就没有用，对吧？那个骑摩托车就要原汁原味的，我就要有这个换挡的这个感觉，对吧？然后快排出了几年之后，对吧？快排真香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本身如果是你要买骑行的手套的话，确实很贵，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不是骑行的牌子也做了电暖的手套。这个电暖的手套就像什么呢？就是90年代，比如说你骑自行车的年代，对吧？你根本就没有自行车的手套这一说，你都是带着一些不管怎么样的，只是生产出来的就是一个手套的手套，它没有什么分类说什么这个是骑行的手套，那个是你平常走路的手套。那你骑车的时候不也在戴这样的手套吗？那么所以说现在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虽然有骑行的手套，你也可以戴一般的手套。本身骑行的手套跟一般的手套唯一的区别就是操作性上面，但是问题是冬天的这么厚的手套，根本就没有什么屁的操作性，大家都是一样的。你只要这个手套够软，你的手指可以这样捏起来就 OK。相反的，太极的这个手套还很硬，尤其是这里手指尖尖的地方非常的硬，所以操作起来的时候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方便。其他也许你可以找一找，有一些很软的手套的话就可以用。OK， 那么电暖手套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这个东西非常的好用。你不用去买非常高级的、非常的贵的一些东西，只要有这么一副手套，你能够用就 OK。这个就是今年现在冬天我推荐大家的最好的这一个东西。有了这个手套，你就再也不怕冬天了。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